没有到圣诞节，也可以看圣诞树。昨晚的盘势真的太搞生态了，比特币冲上9万，心里想着牛回速归，然后忍不住冲进去最多。如果有，你现在看账户的脸色应该比荧幕上的 K 线还要绿。比特币在昨晚一度看起来气势如虹，反弹到9万美金的整数关口，结果呢就像撞到一堵看不见的墙，啪的一声反弹戛然而止，紧接着就是一泻千里，迅速吐回了所有的涨幅，直接跌回到本周的低点85000上方附近。这像不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诱多陷阱？明明各种机构都在说看涨，明明新闻也在说机构都在购买，那为什么币价就上不去呢？接下来还要跌到哪里？如果你有这些疑问，今天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今天我们来深度拆解一下这场反弹骗局背后的真正黑手，以及接下来你绝对不能忽视的致命风险。我们先从技术面来看吧，看一下这场反弹是怎么夭折的。打开比特币的日线图，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昨天最高精准确实落到了9万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为什么非常关键啊？首先，9万是整数心理的关口，其次更重要的是，这条线是从11月低点开始的那一条上行支撑线。大家都知道一句口诀啊，支撑跌破变阻力。那这条线以前是撑着币价往上走的地板，那它现在跌破了，就会变成压着币价起不来的天花板。所以昨天晚上的这种冲高回落，留下这一根长长的上影线的插针行情，完美验证了我们之前在上一期影片的判断。现在上方的压力给的非常足啊，从9万到9万4的这一个区间，汇集了密密麻麻潜在阻力。那这里有布林带的中轨线，就像一道拦路虎。那有从10月以来就是形成的下行趋势线压制，还有12月以来一系列震荡形成的高点套盘牢，再加上布林带的上轨线，这么多技术指标全部都挤在这一个狭窄的区间范围之内，这就相当于上方的话有千军万马在等着空军抛售。那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比特币想要向上反弹困难重重，每走一步的话都要脱层皮。那现在往下的风险呢，这点的话就比较关键啊。那我们目前下方的初步支撑需要关注到8万4和8万5的这一个区域。那这里呢就是距离多头最近的防线。如果我说这个区域如果有效跌破，那么下方的空间可能就会彻底打开，就可能要守不住8万4，接下来就是新一轮下跌的开始，直接看向到8万。所以接下来的剧本很可能是，如果出现反弹那么大概率会在上方的这个密集阻力区被打下来。如果守不住8万4的话，那么就是新一轮下跌的开始。那有个问题就是昨晚比特币明明都已经冲到了9万，为什么就势头看起来非常不错，但为什么还是被打下来？到底是谁在砸盘呢？或者说就是说昨天晚上是出了什么新闻吗？据我所知，是美股科技股的大跳水现在的币圈早就已经不再是以前独立行情的避风港了。它跟美股，特别是科技股的联动性非常高。昨天纳斯达克指数大跌了将近2%，美股的龙头 AI 的信仰英伟达跌了快 3.81%， 连这种带头大哥都跌成这样，风险资产的情绪能好吗？而且有个更吓人的消息关于科技巨头甲骨文，昨晚甲骨文股价大跌超过 5%。那为什么？因为市场传出它的100亿美元数据中心融资受阻那投资方选择退出，计划受阻那原因在于市场对甲骨文债务水平和支出规模的担忧。所以尽管甲骨文否认了该报道，并表示该项目仍然在进行中，但这个声明的话没有能就是扭转下跌的趋势这里可以延伸一下，甲骨文5年期的 CDS 创下了09年1月以来的新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就好比你现在去买保险，保险公司突然跟你说，你这个保费要涨价，而且要涨到历史新高。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市场认为这家公司违约出事的风险变大了。当传统金融市场这些巨头都在摇摇欲坠的时候，市场风险偏好就会急速恶化，资金会吓得赶紧从高风险资产当中撤退。那比特币作为风险资产的急先锋，自然就是第一个被抛售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昨天反弹会戛然而止的外部原因。那讲完了外部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币圈内部自己的数据。根据 CoinGlass 的数据显示那昨天其实比特币现货 ETF 其实是流入的那流入的金额是 4.57 亿。按理来说这么一大笔钱那流入过来之后，它是11月11日以来最大规模的单日资金流入。这么多钱冲进去买，币价应该会上涨，但为什么币价反而跌回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昨天冲进去的这些资金呢，不但没有扭转比特币的弱势，反而全部变成了接盘侠，成了被套牢的牺牲品。这就是一个传递非常危险的讯号。当买入已经推不动价格的时候呢，就代表上方的抛压已经大到连机构的买盘都消化不了了。
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啊，比特币早期持有者抛售，散户参与度变低，这才是整一个行情的病根啊。根据区块链数据显示，那些持币多年的老家伙，也就是比特币的早期持有者，就近几年啊，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套现离场。那仅仅在25年的今年这一年，就有将近价值3000亿美元的沉寂超过1年的比特币重新进入流通，这什么概念？这是比特币历史上规模第2大的长期持有者抛售潮，仅次于2017年那个大牛市顶部。这些老人为什么要卖？因为他们已经赚饱，他们利用就之前 ETF 和机构带来的流动性，在6位数的高点疯狂出货，把筹码导给了华尔街的新钱。早期持有者在出货，那谁在接货呢？就是 ETF 和机构。但现在整体的趋势是 ETF 的资金流正在减弱，衍生品的交易量也正在大幅下降。最糟糕的就是我们这些散户呢不玩了，你发现没有？就最近身边可能就是退圈的人，也不说退圈嘛，就是不在圈内的人变多了。链上数据也显示啊，散户的参与度明显变低啊。就像是一个派对，大户们正在悄悄离场，门口呢又没有新的客人进来，这就造成一种缓慢失血的状态。有分析师会形容这个叫做流动性的真空。当持续的现货卖盘遇上薄弱的买盘，市场就会陷入这种阴跌不止的局面。这比这种杠杆爆仓的急跌还要难受。虽然有观点会认为啊，这些长期持有者的抛售可能接近尾声了，那么预计2026年会消退，但是在那之前的话，在新增需求还没有出现之前，那市场这种供需关系失衡的状态，恐怕还要坚持一阵子啊。最后呢，送给各位一句话，那管住手就是最好的盈利。市场永远充满变数，如果美股大反弹或者有什么超级利好出来，比特币也许会有转机，但在那个信号出现之前，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于此，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下期视频再见。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另外，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该权限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支撑阻力点位，清算关键位，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啊，市场阴晴不定，还是要敬畏市场，减少开单，保护我们的本金。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日后的空投凭证。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计划，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可能有部分观众也在 SYP 掉线了。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我们会耐心解答。感谢支持。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在这里呢是分享有价值的内容，真实的交易记录。那自己呢平时也多花点时间去币安广场发帖子啊，互动啊，感觉很可能会是下一个趋势了。